泰国的331号公路对许多人来说是每日奔波的路径，是通往一个个工业区撑起家庭的道路，日复一日在厂区与家里之间往返。或许会让人好奇，在这条熟悉的路上，除了工作，还能为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周末时光？我们知道，想带家人好好放松一天，又不想跑得太远，花费太高，是许多在工业区打拼的朋友的共同心声。今天我们要沿着这条331公路，发掘一些适合全家大小、经济实惠又能创造美好回忆的去处。从仰望星空的奥秘，到探访洞穴里的神农传说，再遇见水上的信仰寄托，这些其实都隐藏到331公路不远的地方。如果你也正在寻找这样一个能暂时抛开工作的压力，与家人共度美好一日的选择，那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出发之前，我们其实有个大致的想法，先去北柳府的天文馆，接着探访春布里府内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龙神洞穴，最后如果时间允许，还想去挑战一下当地人称爆炸山的地方，听说那里的景观视野非常的棒。哦，我们今天去天文馆，天文馆，天搞ระเบิด哦，也要去考拉伯哦，然后还要去2间庙，好，พญานาค，你知道พญานาค？ไม่ใช่ต้องป้อนน้ำ哎呦，เหมือนค่ะอันนี้กูอันนี้อ่ะอันนี้คือโทรศัพท์。旅行的第一站就是这个位在北柳府的天文台，它的建筑设计相当的有特色，以中央的圆顶模拟太阳，周围环绕着各大行星的模型，用科学的浪漫迎接每一位到访者。กับดวงดาวเหรอโอ้ยังหล่อเลยโอมายืนตรงนี้ไหมข้างบนมีนักบินอวกาศด้วยนะมีมนุษย์อวกาศด้วยล้อรถเหรออันนี้กูอะไรอ่ะ拉หู神เคยเห็นไหมเคยเห็นคำพูดเขาว่าราหูอมจันทร์ไหมลูกป้าเป้าแล้วป้าเป้าได้เลยป้าเป้าเลยเจ๊คือห้องหมีเล็กห้องหมีเล็ก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นะไหนๆก็มาแล้วอ่ะโอ้ตรงนี้มีโอนี่ไงกลุ่มดาวของหนูอันนี้คือของโอกลุ่มดาวสิงโตโออันนี้โอกลุ่มดาวสิงโตใช่กลุ่มดาวสิงโต馆内的展览并不算是很大，但对于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来说，已经足够了。从陨石的食物展示厅到太阳系的缩影，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让孩子们可以涂鸦或阅读。看得出来 ，Leo 对这些宇宙的奥秘的确充满高度的兴趣啊。ตรงจมูกสิลูก เอาตาดูจมูกดูไม่เห็น เอาจมูกดูเอาจมูกจ่ออย่างเงี้ยจะเห็นไหมล่ะลูกเนี่ยมองเข้าไปข้างในจะเห็นดาวเสาร์ด้วย ไม่ใช่เอาจมูกด้วยจะเป็นรอยกล้องเลย ว้าวถ้าโอไปอยู่ดวงจันทร์โอจะเหลือ2 กิโลครึ่งยืนดีๆยืน2 กิโลอยู่ดาวศุกร์13อยู่ดาวอังคาร5 กิโลแล้วฝั่งเจ๊ล่ะ不过，就像许多旅程一样，第一个小小的挑战出现了。我们抵达的时间大约是下午1点，
而这里最精彩的天文电影，下一场要等到下午3点，甚至还有更晚的5点场次。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完整体验，势必会打乱原先的节奏啊。ทำไมอันนู้นอยู่นอกสุดเขาเป็นดาวพลูโ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ลูกตื่นเต้นมากลูกจับดวงดาวทุกดวงเลยโอ้ดาวเสาร์จับดาวเสาร์หรือยังชอบมาก与此同时，天气也开始有些不稳定了。远方的云层渐厚，似乎预告着一场大雨。看着雷欧对天文馆的每个角落充满热情，我们开始重新评估行程。与其匆匆地赶往下一个景点，或许为了这份难得的兴趣，等待是值得的。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看到天文馆的电影，即使这代表着原定的爆炸山行程可能要先放下了。于是我们决定先离开天文馆，利用等待傍晚电影场次的空档去寻找午餐，也顺道探访那个在路上吸引我们目光的龙神庙。至于爆炸山，那就留给未来，或许在一个天气更好的日子吧。旅程不是就是这样充满弹性的吗？在等待天文馆傍晚场次的这段时间，我们沿着指标来到一处当地小有名气的寺庙 Wat Luang Pisen。寺庙的入口旁，一间名为 Kokun Ka 的咖啡厅首先映入眼帘。玻璃屋的设计被精心打理的庭园所环绕，流水潺潺，雾气时而弥漫，融合了日式禅意与泰式园林的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午餐，不仅餐点的品质令人满意，价格也相当的平实，为接下来的探索储备了体力与好心情。餐后，我们步入主殿，依照泰国寺庙的礼仪，赤足进入以示尊敬。殿堂的中庭，一尊极为罕见的黑色眼镜蛇佛像，立即攫取了所有人的目光。它的鳞片雕工细腻，形态威严而肃穆。在佛教的象征体系中，黑色有时也代表着克服逆境的深层力量。再往内殿深处，则供奉着名为软破银佩法的白色佛像，整个殿堂明亮而洁净，光线洒落在白佛之上，散发出和祥与纯净的气息。白色在佛教中往往象征着纯洁、觉悟与心灵的透彻。据说向这位龙破银虔诚祈祷，就能得到顺遂，并将厄运转换成好运。信徒们在此透过各种方式进行做功德，像是供奉形似小枕头的布品，在栩栩如生的真铝蜡像前沉思，或许借由投币求签，探寻未来的指引，这些都是在地信仰文化中与神明沟通的寻常方式。龙神洞的入口有一尊大象雕像守护着，孩子们总是对这个动物形象充满了亲切感。这座洞穴其正式名称为 Thang Lod Mahajakapat， 是一处人工开凿的奇景，旨在重现传说中的那迦龙神居住于水下龙宫的景象。进入洞穴后，路径分为左右，左边的小洞内有2尊巨大的那迦雕像盘踞，气势非凡，而右边主洞入口的附近，则是一尊戴着墨镜、身旁堆满金银财宝的蜡像，据说是守护此地宝藏的卜怂法萨。许多信众会向他祈求财运亨通。再往深处走，便是一方水池，池中央盘踞着此地最具有代表性的7头那迦龙王阿南达那卡拉。洞内的灯光色彩变幻，蓝、红、绿交织闪烁，映照在那迦巨大的身躯之上，营造出一种又梦幻又庄严的气氛。在泰国的文化与佛教的信仰中，那迦是与水相关的半神，象征的守护、丰饶与力量，同时也是佛法的守护者。再来，พญานาค。洞穴之内，除了那迦龙神，还供奉着紫色的象神、老虎、狮子以及其他的佛像。
每一尊都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信众们也可以在这里买水晶球，供奉于祭坛之上，向那迦龙王祈求庇佑与好运。蛇。不过洞穴内的空气流通确实比较有限，长时间的停留可能会感到些许闷热，像同行的长辈就略感晕眩，因此建议参观的时候还是要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结束了龙神洞的奇幻探险，看看时间，距离傍晚天文馆的电影场次似乎还有一些空档。我们刚好在路边瞥见高僧坐在船上的巨大广告牌，就决定去探探险。一个临时的决定就这样产生了。既然时间允许，孩子也在休息，何不就跟着这个神秘的指引，去看看那位船上的高僧究竟是何方神圣？有时候旅途中最有趣的，往往就是那些不在计划内的随性转弯。循着目标，我们抵达这处名为三卵破卵补拓布拉帕。正如预料，孩子们依旧在车内守岁，这也让我们更能专注地观察这个人在建设中的道场。入口的设计带了几分日式鸟居的意趣，而内部的建筑似乎融合了泰式与中式的风格元素。不少的区域仍在施工，油漆也尚未完成，看得出来这里还在逐步完善中。而整个园区的焦点无疑就是那尊伫立在中央的巨大金色龙补拓的高僧雕像。最特别的是，它并非坐在莲花座或寻常的法座，而是安坐于一艘古朴的船上。龙补拓大师在泰国备受尊崇，关于他的传奇事迹广为流传。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一段他在早年乘船出海时遇到风暴，船只在海上漂流数日，淡水耗尽，在船员们绝望之际，龙补拓将脚伸出了船外，在海面上画了一个圆圈，圈内的海水竟然奇迹般的化为可饮用的甘泉，从而解救全船人的性命。因此，龙补拓的形象也常与船只、水手以及航海平安的祈愿紧密连结。这尊雕像最令人玩味的细节，就在他双脚的处理，一只脚的脚跟稳稳地踏进船舱之内，而另一只脚的脚尖却仿佛穿透了船底板，伸向了船外。据说许多的信徒会特意走到船体的下方，将金箔虔诚地贴在龙补拓的脚跟圣迹之上。傍晚5点，我们准时回到北柳府的天文台。此时户外已是滂沱大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势反而让室内的天文电影成为此刻最完美的庇护所。幸运的是，今天是星期六，天文台特别开加了傍晚的场次，让我们没有错过这趟旅程最初的约定。天文电影院的半圆形穹顶的确名不虚传。当灯光暗下，影像亮起，整个空间仿佛化为一艘即将驶向宇宙的飞船。原本天文台的晴朗的夜晚会提供望远镜的测量服务，但显然这样的台风天气里，我们只能透过这片巨大的萤幕进行一场模拟的星际漫游了。影片的制作相当精良，开场便是令人屏息的宇宙奇观，从我们身处太阳系延伸至遥远的银河。随后，在专业的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认识了夜空中主要的星座，学习了如何辨别北极星，了解了月亮变化的奥秘。对于平常鲜少接触这些声光体验的孩子们来说，是无疑的一场视觉和知识的盛宴。尤其是 Leo， 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沉浸在其中。然而，即使在引人入胜的内容，对年幼的小孩子来说，专注力还是有限。大约30分钟过后，他们就开始按耐不住。为了不影响其他观众的体验，我们只好带了一丝遗憾，选择提前离开。这或许是带着小孩出游时时常会遇到的甜蜜又无奈的真实插曲吧。
结束了天文馆行程，我们踏上了归途，回望这充满变数的一天。实际的足迹与最初的计划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因为天文馆的电影场次以及 Leo 对宇宙探索的浓厚兴趣，我们临时改了行程，放弃了原定的爆炸山，但也因此或许幸运地避开了恶劣天气中挑战崎岖山路的风险。上火星吗？耶！在回程的路途中，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靠近阿曼达工业区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路面迅速积水，水几乎淹到半个轮胎，让人心惊啊！一路上还看到不少抛锚的车，更添加几分紧张的气氛。雨季的泰国，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这时候只能靠着经验慢慢前进，也祈祷车子增点气。幸好我们最终平安地通过淹水的路段，成功地回到家。回想起来，真的替自己捏了一把冷汗。这趟村屋里一日游，虽然充满了变数，但也是处处惊喜。旅行的美，不就在于这些意外的真实与感动吗？正是这些片段成为难忘的回忆。